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。我现在呢还在库页岛啊，不过过2天我就要离开库页岛，然后去莫斯科了。然后在离开之前呢，相信大家呢对我在海参崴跟库页岛的花销，然后一些旅行的攻略都是非常的感兴趣的。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。我去俄罗斯的话，我是办了一个3个月的签证啊，价格呢是1600贴纸签。但如果你是办那个电子签证的话，其实是很便宜的，但是只能待16天。但是我因为是要拍摄的原因，所以我要待的比较久一点。第一就是签证啦，然后第二呢就是交通。我记得我是从珲春，然后坐他们的大巴车，然后到海参崴的。价格呢大概是200人民币吧。其实你要是跟团的话，然后车费好像是170，还更便宜一点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日常当中，然后打车啊，还有就是坐公交车啊，然后也是大概是200块吧。所以说我在海参崴呢，交通费花了400块钱啊，算是比较少了，我个人感觉啊。然后呢就是通讯费啦，我是在珲春的客运站，然后买一张俄罗斯的电话卡。花了50块钱是60块钱忘记了，但是不是那么好用啊，就是用不了啊。后面就找当地人又充了钱，然后才能使用。价格呢就是花了大概加一起花了100块钱吧，我就算1个月花100块钱吧。然后呢就是住宿啦，我在海参崴的第1晚呢就住那个青旅是80块钱，比较便宜的啊。后面呢又换到了，这是很差，后面又换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胶囊房，价格呢是接近190，然后1天的，我是住了有10天，相当于就花了1900了。所以说再加上我在那一晚80块钱，所以说加在一起接近花了2000块钱啊。但其实你们要是自己去过来旅游，不是像我这种拍视频的话，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的，可能住宿上面要花很少的，就没有我花那么多了。然后呢就是到门票啦，在海参崴现在门票也是涨价了啊，随便一个博物馆价格都是400卢布，相当于32块钱左右。但是我去的那个博物馆不是很多，去了几个吧，就算他花了100块钱吧。然后呢就到吃啦，其实在海参崴吃我感觉是挺贵的啊，像就是正常吃的很普通，1天都要花100。我呢就是在海参崴待了10天嘛，就花了1000块钱了。但还要加上我可能要喝个啤酒啊，吃点零食啊，去一些景点还会吃个大闸蟹啊，就再加1000嘛。所以说在吃方面呢，在海参崴我花了2000块钱。合计呢，在海参崴我就花了6200了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库页岛了。在库页岛的交通费花的比较多一点啊，因为我是坐飞机来的库页岛，但其实我提前买的话是700块钱的机票是到这边的，但是呢我买错了时间，所以说我又花了500多块钱的改签费，所以说我到这边就花了接近1500了，再加上我还订了一个去俄罗斯那边的机票，加在一起呢就接近花了3000块钱了。当然我还算了一些，就是我在就是这边的一些交通费都加在一起了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做一些机场快线啊，所有的交通费加在一起呢，我就算它3000块钱吧。然后就是住宿了，在这边住宿的话就相对来说便宜一点，我这边住的地方是90块钱1天，然后我是住了14天，所以说在住的方面我就花了1260块钱了。我是住的比较久啊，要是只是正常过来旅游的话，花个4、5天就已经够了啊。然后在门票呢，我也是算它100块钱吧。那这边也是有些地方是30多块钱，有些地方是20多块钱，我就算它100块钱吧。然后吃呢，我也是按照100块钱1天的标准，住了14天就是1400。然后还有就是跟团，大家都知道我拍视频，然后去了一个安尼瓦灯塔啊，跟团是7000卢布，相当于是花了560人民币。所以说在库页岛呢，我是花了6320块钱的。所以说整个库页岛加海参崴的旅程呢，我是花了12500多块钱的啊。所以说在外旅行拍摄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，非常的高的。但幸好我的流量还是可以啊，所以说我是能做到收支平衡的。所以说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看官的支持啊。今天的风太大了，把我的设备都吹倒了，又换了一个角度来拍摄啊。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在俄罗斯比较常用的一些软件啊。像来这边呢，肯定要打车吧。打车的话，我用的是Yandex.Go， 然后呢导航的话呢是 Yango Map， 就是 Yango 的系列了啊。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订房了。
我之前订房是用的是携程，然后呢也会用那个Yango Map， 然后在上面然后搜寻酒店，但是它没有预订功能的，搜寻到酒店，然后它有联系方式，我再用 WhatsApp 跟他们联系的。但现在呢，我是发现了有一个这个软件还挺好用的，叫贴出来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。然后这个软件呢，它也是相当于是俄罗斯版的携程了。这就是基本上我在俄罗斯的攻略分享了，比较简单啊，因为我很多的攻略都是到当地，然后问当地人。其实在外旅游呢，最重要的是要脸皮厚啊，有什么不懂啊或需要帮助的话，你就寻求当地人就好了，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的热情的。当然你有网络，你可以用翻译机跟他们翻译嘛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呢我就会在莫斯科啦，我们在莫斯科见。